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生日当天，我亲手做了一桌丈夫爱吃的菜，把确定怀孕的检查单放在精美的锦盒中，想给他一个惊喜。可我的丈夫却一声招呼不打就出了国，只为照顾他流产的初恋。后来我心灰意冷，决定离婚，他却跪下来求我别走。我头也不回地离开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贱。太太，冷总临时有事飞国外出差了，您不用担心。给冷意涵打了无数个电话，终于在他助理那儿确认他没事后，我终于放下悬了很久的心。与此同时，墙上的时针指向数字12，新的一天来了，我的生日就这么过去了。担心的情绪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失落。再急的工作，打个电话，发个信息告诉我一声也是可以的吧？这样冷漠，像极了从前我们刚结婚的时候。我和冷意涵的婚姻始于一场算计，这场算计让他的初恋心灰意冷出了国，也让我成功嫁给了他。冷意涵怨我恨我，结婚后不肯碰我一根手指，出席活动联系都懒得做。可我也是这场算计的受害者呀，只因为我喜欢他，他就理所当然地以为是我算计的他，半点不听我解释。直到1年前，冷意涵初恋在国外结婚，那晚他带着一身酒味，他嘴里一直叫着他初恋的名字。我流着泪，一遍遍地纠正他，我是淼淼，不是鸟鸟。酒精没有让冷意涵忘记发生的事，从那以后，他对我好了不少，孩子就这么顺利的来了。我原本是想在我昨天生日的时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的。第二天中午，冷意涵终于给我回了电话，我急切地接起，听到他的声音，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，忍不住埋怨：你怎么现在才回电话？他的声音有点冷漠。有事吗？我心咯噔一下，虽然很想质问，但话到嘴边又觉得没必要。我们关系好不容易缓和，我捏着医院的检查单，嘴角慢慢上扬。本来想昨天告诉你的，意涵，意涵。听筒里突然传来的女人声音一下截断了我的声音，我心一紧，立马问：谁在叫你？你听错了，我还有事，挂了。通话结束，我不可能听错，一个女人用极为亲昵且依恋的嗓音在叫我的丈夫。小腹突然抽痛起来，我突然想起昨晚到现在我还没吃饭，这可不行，我肚子里还有宝宝。我热了热昨晚没吃的菜，一口口往嘴里送，哪怕味同嚼蜡。手机提示音响了，我随意往屏幕一瞥，心瞬间被揪住。头条推送的一条新闻，标题是新欢流产，冷氏总裁一国抱新欢去妇产科。我咬住下唇，到底还是点了进去。里面的照片给我当头一棒。冷意涵，我的丈夫抱着一个女人去了妇产科，而那个女人不是别人，是冷意涵的初恋小鸟。我虽然没见过她本人，却无数次看到冷意涵拿着她的照片发呆。我不可能认错。后面还有照片，冷意涵守在小鸟床边，手紧紧握住小鸟的，他细心地替他调整床的高度，他体贴地喂他喝水，他耐心地抱着哭泣的他安慰，那温柔的模样我从未见过。原来面对喜欢的人，冰山真的会融化。后面还有好多照片，我却没勇气再看下去，心里又酸又涩。我不停深呼吸，以此逼退不争气的眼泪。不知真假的照片而已，我应该相信他。自我安慰一番，我给冷意涵拨去电话，只要他解释，我就信。可是电话无人接听，我不死心，一遍遍地打过去。接啊，快接啊！
只要你解释，我就相信你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这句话我听到麻木，视野渐渐模糊，但我一直打，不停打，也不知道在跟谁较劲。一个电话打断了我单方面的较劲。意涵和那个女的是怎么回事？熟悉的，充满不悦的语气，正是我生理学上的父亲。不知道，我冷漠回。我想方设法让你嫁进冷家，你却连自己丈夫都看不住，没用的东西，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我冷笑，吃绝户，气死我外公，逼死我妈，算计我。您倒是有用的很，一般人真学不来。你闭嘴，这就是你跟父亲说话的态度。我扯了下唇，怎么戳中你痛处了？原来你还有点人性，知道自己所作所为都是要遭报应的。嘴巴这么厉害，结婚这3年也不见你把冷意涵哄高兴生个儿子。我没吭声，他便以为拿捏住我了。他命令你赶紧让人把头条撤了，再和意涵说过2天一起出席我们家的晚宴。电话挂断，我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，无力地闭上眼，小腹疼得更厉害。我强撑着打了120，做了一堆检查，好在宝宝没什么事。输完营养液，医生耳提面命让我保持心情舒畅，这才让我回家。刚出医院门口，冷意涵的助理就迎了上来。太太，冷总吩咐我接您回家。我惊喜，意涵回来了。助理点头，我连忙掏出手机，发现直到现在，他一个电话，甚至连一个信息都没回给我。车上，我问助理，意涵，他知道我来医院的事吗？助理点头，保卫和冷总说了，也是，他都让助理来医院接我了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那他怎么不来呢？助理把我送到别墅大门，太太，冷总在里面等您。诸多心酸和埋怨被这句话轻易化解。我开门进去，一眼看到在厨房忙碌的背影。意涵，意涵，我的声音和另一个女人的同时响起。我僵硬地抬头看向楼梯上方，心重重往下坠。小鸟披散着头发，低头看我，身上穿着我最喜欢的睡衣。冷意涵从厨房出来，只扫了我一眼，就把所有目光投向小鸟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？鞋也不穿一双，快进去躺着。银儿马上熬好了。小鸟吐了下舌头，实在太饿了吗？他们2人互动甜蜜，倒显得我是多余的那个。冷意涵盛了碗银耳，从我身边走过，目不斜视。我突然拉住他胳膊，他终于看向我，但没多少耐心。不跟我解释一下吗？还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你已经跟我离婚娶了她。这时候，我竟然还能挤出一抹笑，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出这句话。冷意涵皱眉，对袅袅放尊重点，别胡说八道。小鸟也连忙开口，你别误会，是我身体有些不好，意涵才让我住这里，说方便照顾我。我看向小鸟，努力放缓语气，显得不那么咄咄逼人。是吗？可是你是我老公的谁呀？小鸟的表情瞬间变得难堪。是我让袅袅住进来的，你别难为他。冷意涵眼神冰冷的像刀子一样刺我的心。小鸟低下头，柔弱又可怜，是我不好，惹你不高兴了，我这就走，你们别为我伤了感情。说着，他往下走，只是身子摇摇欲坠。冷意涵摔了手里的碗几步，跨上去扶住他。你刚小产，身体还虚着，别逞强。小鸟挣扎，冷意涵直接将人打横抱起。我和他又没有感情，伤不了。他看向我，还以为你改了，原来还是那么自私恶毒。我眼睁睁看着冷意涵抱着小鸟进了我和他的卧房，我木然站着，不知什么时候，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。
原来在他心里，我们根本没有感情，这场婚姻只有我把心赔了进去。那我算什么？肚子里的孩子又算什么？我低下头，看到我被热银耳烫红的脚背。算了，我认输了。这场充满算计与怨怼的可笑婚姻，该画上句号了。我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，从小到大，就算遇到再难的事，我也会死磕到底。譬如数学最后一道大题，譬如让我爸付出代价。我和冷意涵的婚姻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要主动放弃的事。我去找了当律师的闺蜜盼盼，在她家留宿，顺便托她拟了一份离婚协议书。她原本都躺下了，听说我要离婚，立马翻身下床帮我拟离婚协议。真离婚了，孩子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接过拟好的协议书，当然是生下来呀。盼盼立马炸了，什么？你疯了？他绿了你，你还要给这个渣男生孩子？我抬头看他，笑。冷意涵不需要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。盼盼愣了几秒，反应过来，也是。冷意涵虽然人品不怎么样，但那身材和脸是真不错。我抚摸小腹，外公和妈妈都不在了，世上唯一与我有血缘关系的，只剩下那个我不共戴天的男人，但也快没有了。宝宝对冷意涵来说或许不算什么，但对我来说，现在肚子里流着我血的宝宝是我唯一的寄托。我正要把离婚协议书装进包里，盼盼拦住我，等等，财产分割那块我还得再改改，孩子可是吞金兽，这不得多要点。我失笑，可笑着笑着，视线模糊了。其实法律并不是盼盼喜欢的专业，但为了帮助我扳倒我爸，他毅然决然投身法律。最近精神消耗太大，一觉醒来已经很晚了，盼盼也已经去上班。我拿起手机，看到冷意涵打来的几通未接电话以及问我在哪儿的消息，好像多在意我似的。我用粉底遮住眼下的青黑，叫车回了别墅。打开门，我就听到冷意涵冷嘲热讽：离家出走好玩吗？他坐在沙发上，衣服还是昨天那套，眼睛布满血丝，像是一夜未睡。到底喜欢了那么多年的人，心疼几乎是条件反射。我控制住不该再有的情绪，走过去。阴阳怪气好玩吗？冷意涵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突然嘲弄：原来平时装的再善解人意，还是会因为嫉妒玩离家出走的把戏。我扯唇：这把戏对你没用，我也不屑。冷意涵站起来，眯着眼走近，突然脸一沉：你昨晚跟谁在一起？我倍感莫名。冷意涵猛地抓住我的手，异常恼怒：哪个野男人？说。我闻到自己身上盼盼经常用的男士香水味，突然明白过来。见我迟迟不说话，冷意涵手掌紧紧扣住我的肩膀：快说！他生气，不是嫉妒，而是不容许背叛。我嘲讽一笑：关你屁事！我用力推开他。冷意涵有一瞬间错愕，他还想逼问。我把包里的协议书拿出，拍在他胸口：我们离婚吧！空气瞬间凝固了。冷意涵难以置信地拿起离婚协议，看了又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像明白了什么，突然平静下来：离家出走不够，你又玩欲擒故纵是吧？冷意涵重新坐下。我说过，不要在我面前耍心机，我不喜欢那高高在上的姿态，那不可一世的口吻，无一不表达着他对我的轻视。冷太太，你别说气话。小鸟匆匆下了楼，因为太急，差点摔倒，被冷意涵及时接住。小鸟握住冷意涵的手，看起来情真意切。你别离婚，不然我要内疚一辈子了。冷意涵不屑冷嗤：都是他使的手段而已，不用当真。眼热得厉害，我再待不下去，协议就在这儿，签好了告诉我。
你不签也行，我会去起诉离婚。不过，你要是想早点名正言顺和小鸟在一起，还是签了吧。我转身就走，刚拉开门，无数闪光灯对向我，闪得我睁不开眼。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，拍好照的记者撞开我挤进屋里，直奔冷意涵和小鸟。我被撞倒在地，肚子立马绞疼起来。而另一边，冷意涵稳稳护着小鸟，冷着脸警告记者离开。很快，保卫赶来，将记者赶出别墅。小鸟受惊晕倒，冷意涵急忙抱起他往外走。路过我时，我拼尽全力拽住他裤脚。救护车，帮我叫救护车！宝宝，冷意涵居高临下，还在装。我真是小看你的手段了。要是鸟鸟有什么事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精彩故事，有暖流流出，我又急又痛，奈何力气一点点流失，发声都困难。晕倒之前，我只记得冷意涵踢开我的手，扬长而去。我做了个好长的梦，梦里外公和妈妈都还在，爸爸护我爱我。我和冷意涵之间也没有算计，告白、交往、求婚、结婚，就和普通情侣一样。我挽着爸爸的胳膊走过红毯，与冷意涵交换戒指，住进属于我们俩的家。我不喜欢家里有外人在，所以没有请阿姨，凡事亲力亲为，一草一木都按我喜欢的布置，一切都很美好。婚后不久，我便怀了孕。冷意涵细心呵护，直到分娩那天，好痛！我感觉到有血肉剥离身体。我听到了婴儿的啼哭，很凄惨，不是新生的哭，更像是逝去的悲鸣。我心慌得厉害，哄哄他呀，快哄哄他！哭声猛地止住，我睁开眼，看到红着眼睛的盼盼。你吓死我了，差点以为你醒不过来了。盼盼紧紧握住我的手，要是你真醒不过来，我就去跟冷意涵拼了。我努力抬手帮他把眼泪抹掉。我这不是没事儿吗？盼盼盯着我不说话。我察觉不对，怎么了？心里一紧，我连忙摸向小腹。宝宝没事吧？盼盼抿紧唇，好一会儿才哽咽道：淼淼，孩子没保住。我怀疑我听错了，直到盼盼重复：孩子没保住，医生说再早几分钟来就好了。情绪来得比理智快，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，眼泪已经决堤。盼盼替我擦泪，自己眼泪也控制不住往下掉。终于，他忍无可忍，大声骂冷意涵这个王八蛋。我哭到差点窒息，手紧紧揪住病符。冷意涵现在在哪儿？听到我问，盼盼把泪一抹，更气，就在这家医院，自己老婆不管，别人的老婆护得跟快宝一样。不知道的还以为那女的之前流掉的真是她的种，其实是不是她的也没有区别，只要是小鸟的孩子，她肯定都会视如己出。我手机响了，盼盼拿起来看，是冷意涵那狗东西。我帮你挂了。我拦住他，努力平复情绪。接吧，我倒是想听他还能说什么。盼盼帮我按下接听键，并开了免提。电话接通，冷意涵却没有说话。我只能问：什么事？那边似乎舒了一口气。周淼，你演技还真是越来越好了，我差点被你骗过去，比不上小鸟，说晕就晕，每次晕的时机还都正好。够了，你今天联合记者闹这一出，害得袅袅又住院，你丝毫歉意没有就算了，居然还诋毁他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盼盼牙齿都要咬碎，要不是我拉着他，他早就破口大骂了。我冷笑，我恶毒？冷意涵，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为了初恋害死自己的亲骨肉，世上没人比你更恶毒。我喜欢了冷意涵那么多年，已经决定好聚好散，成全他和小鸟。
可他害死了我的宝宝。既然如此，他就别想再毫无心理负担地娶小鸟。我要让他和小鸟在一起时，和小鸟有孩子时，永远忘不了那个可怜的因他的冷漠而没能留下的宝宝。渣男贱女，所死别出来，害人了，下地狱阎王爷都嫌脏了他的地方。吼完，盼盼把电话挂断，我翻身下床，盼盼连忙拦住我：你干什么？你身体还很虚弱，一会儿冷一寒肯定就找来了，我不能在这儿跟他纠缠。盼盼，你知道明天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做。盼盼明白了我的意思，扶我下床离开。刚坐上网约车，冷一寒的电话就打来了。我把手机关机。我和盼盼住进了我妈妈给我秘密留下的房子里。这个房子我爸不知道，冷一寒就更不知道了。我拿出保险柜里的一张储存卡，回想过去，我妈自杀之前那段时间看起来精神恍惚，其实比谁都清醒。正是因为清醒，面对残酷现实却无力抗争，才让她走上死路。盼盼担忧地看着我，真的确定了扳倒你爸，周家就彻底倒了。我爸当年是入赘进来的，我跟妈妈姓周，自外公去世，公司一天不如一天，能坚持到现在，大半原因是借了冷一寒的事。我捏紧 U 盘，心意已决，不破不立。晚宴意料当中的隆重，虽然公司已经入不敷出，岌岌可危，但我爸爱极了面子，绝不会在晚宴的投入中吝啬。看到我一个人来，他快步过来，低声问：一寒呢？我微笑着从酒保托盘里拿起一杯红酒：您没上网，他现在正在医院照顾他初恋呢。他的脸立马变得铁青，碍于许多人在场，他没有发作。他压下声音命令我赶紧打电话让他过来。我举杯向不远处受邀而来的记者微笑示意，同时低声挑衅：我不，你。我爸扬起手掌，却顾及着面子，迟迟没有打下来。我紧盯着他，拔高声音：怎么不打了？以前您可不会这么仁慈啊！附近人的注意被吸引过来，我爸脸色变了又变，最后挤出一抹十分勉强的笑，拍拍我肩：不就和一寒拌了下嘴，好好聊一聊就没事了，小夫妻嘛，床头吵架床尾和。啪！响亮的耳光声传遍会场，交谈声瞬间停止。众人看向不知何时打开的大屏。你再说句不嫁试试，不嫁给冷一寒，我打死你！屏幕上，我爸拽着我头发，凶狠威胁，而我被迫仰头，脸颊红肿。是偷拍的角度，但画面很清晰。我抿了口红酒，冲旁边震惊的中年男人笑：花不少钱买的摄像机，画质还行吧？他扭过头，表情狠得像要活剥了我。你算计我！屏幕上，画面一转，我妈妈憔悴的面容出现。淼淼，对不起啊！妈妈坚持不下去了。我爸像被踩中了尾巴的猫一样，急切大喊：谁开的？快把这东西给我关了！他焦急走向后台，我拽住他胳膊：您急什么呀？妈妈还特意给您留了话呢，不听听吗？他甩开我，我又把他拉住。大屏上，我妈妈几度哽咽：淼淼，都是妈妈不好，当初不该一意孤行和你爸结婚，引狼入室，害死了你外公。满堂哗然。贱人！我爸重重给了我一掌，我被打得后退几步，还没缓过来，他就上前掐住了我脖子。眼前是我爸那扭曲的脸，他身后，我妈妈流着泪在嘱咐我：淼淼，你一定要坚强，以后擦亮眼睛看人，千万不要学妈妈。最后，他冲我微笑：妈妈去了天上，会好好保佑淼淼，保佑淼淼无病无灾，幸福百年。一滴泪从我眼角滑落。妈妈，我好想你。
窒息感越来越重。妈妈，对不起啊，我可能要提前来见你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眼前的人变成了冷意涵，真可恨呐！死前走马灯，居然还有冷意涵。我看到他双目充血，惊惧又悲伤。你们这么多人都瞎了吗？看不到要出人命了！医生呢？快叫医生！我缓缓抬手，他立马把我的手握住。孩子的事你还没给我说清楚，不许有事知不知道？冷意涵，我费力张口，我再也不要喜欢你了。我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冷意涵的？应该是妈妈下葬不久，我去墓地看妈妈，突然下雨，我却不想离开，沉默地跪在雨地里。我沉浸在悲伤的情绪太久，以至于身后什么时候站了一个给我打伞的人都不知道。好好生活，别让你母亲担心。他把伞给我，自己淋着雨离开。我目送他走远，看到一个女孩撑伞跑向他，用衣袖给他擦脸上的雨水。女孩应该是生气了，他摸她的头哄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接过伞，搂着女孩离开。我看了好久，当晚做梦，给他打伞的那个女孩变成了我。后来我到处打听，终于知道她叫冷意涵。冷意涵成了我梦里唯一的男主角。我喜欢他，想和他在一起，但他有女朋友，就是那天那个女孩叫萧鸟，他们很恩爱，所以哪怕中计，被迫和冷意涵有了肌肤之亲，我也没想过以此逼婚。可知道这件事的萧鸟走了，冷意涵冲动之下和我结婚，我们开始纠缠。不去陪你的初恋来这儿干什么？这里庙小，容不下你这尊大佛，少在这儿猫哭耗子假慈悲，赶紧滚！淼淼不想看到你，好吵啊！我睁开眼，看到病房门口站着熟悉的身影，我嘶哑着嗓音：盼盼。盼盼立马回头，喜不自胜：你醒了。他走过来，我才看到门外还有一个人。冷意涵面带喜色，匆匆走近：可不可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皱眉：你怎么在这儿？冷意涵表情一僵，盼盼去推冷意涵：听到没有？这里不欢迎你，赶紧滚！冷意涵丝毫未动，他看我的眼神很复杂。我嫌恶地别开眼。短暂的沉默后，冷意涵开口：我去叫医生。他往外走。宝宝有15周了。冷意涵脚步猛地顿住。医生说胚胎发育得很好，再过1个多月，他就能长出小手小脚了。我轻笑着比划，那时候还没有我巴掌大。我看到冷意涵捏紧了手，等到胎儿4、5个月大，他就能听到外面的声音了，可以感知我这个妈妈的情绪，通过胎动来和我互动。别说了。冷意涵低声，我重重擦去眼泪，忍着喉部撕裂的疼痛继续。到9个多月时，我生下他，他会哭，会笑，会含自己的小手指，咿咿呀呀的。别说了。冷意涵崩溃喊：别说了。我看着肩膀微颤的人，字字诛心。冷意涵，你亲手扼杀了他。后面住院的日子，冷意涵再没来过。但他没有闲着。那天闯入别墅的记者不仅工作丢了，还被他告上法院。他甚至还特地召开了个新闻发布会，澄清他和萧鸟没有任何关系。想来也是为萧鸟的名声着想，但这些我不再关心。我只想看到我爸为他做下的错事付出代价。这些年我费尽心力，也只找到他偷税漏税的一点证据，但这远远不够。我故意在宴会上把他做的恶事揭露，将他的丑恶嘴脸暴露出来。只要舆论发酵，剩下的自有神通广大的网友们。果然，不到1周，我爸就被带走调查了。当然，其中也有冷意涵的一份力。毕竟，要不是我爸的算计，他和萧鸟也不会分开。养伤的日子很平淡，但我没想到萧鸟会来。
没有我想象中的意气风发，反而略显憔悴。都是你，他怨恨地瞪着我，是你抢走了意涵。我正要说话，他突然扑上来，意涵明明应该一直爱我的，冷太太的位置也应该是我的，都是你的错，你为什么要出现？为什么要抢走意涵？我想说话，但一个音节都发不出。盼盼来了，他把小鸟甩开，我都不知道他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。紧接着，冷意涵来了，后面乌泱泱一群人，小鸟被控制住。昔日恩爱的恋人，此刻却如仇人一样。小鸟泪如雨下，意涵，该和你结婚的是我，是他，他拆散了我们。冷意涵却连看他一眼都不曾，只交代人报警。小鸟被带走，病房里很快只剩下我们3个。盼盼防备地抱住我，冷意涵本想上前的脚步顿住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他问得小心翼翼。我哑着声，看到你，心里挺不舒服。冷意涵表情僵硬了好一会儿，最后挤出一抹极难看的笑。我去叫医生来给你好好检查一下。他转过身，却没有走。我看到他肩膀微微抖动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胸口像堵了块巨石，又沉又闷。你的歉意不值钱，离婚吧。直到离开，冷意涵也没有再说一个字。我出院那天，天气很好，盼盼本来说好要来接我，但临时有事被绊住了。我正准备打车，熟悉的车停在我面前。冷意涵下车走到我身边，接过我手里的东西，又替我打开车门。我站在原地不动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冷意涵含笑看我，接你回家。我静静地看着他。冷意涵终于维持不住脸上的笑容，他握住我的手放在胸口。淼淼，求求你跟我回家吧。医院门口人来人往，不少人投来好奇的视线。我抽回手。冷意涵，求人得有诚意，你跪下，说不定我就跟你回去了。冷意涵一僵，我冷笑，夺回他手里自己的东西，与他错身离开。手突然被拉住，身后传来一声闷响。我看到周围的人吃惊地看过来，更有人已经举起手机。淼淼，那个宝宝我已经找人超度了，孩子我们以后还会有的。家里我亲自装修了儿童房，你回去看看，不喜欢我们就改。温热的触感从手背传来。从前的事都过去了，日子还长，以后我们好好过。真的过去了吗？直到现在，夜里睡觉我都会梦见那个可怜的宝宝，血肉剥离身体的滋味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冷意涵，你错了。我缓缓转身，垂眸看他。我以后会有孩子，但跟你1毛钱关系都不会有。你以为找人超度一下你的罪孽就没了吗？你以为跪下说句抱歉就能抹掉曾经对我造成的伤害吗？别天真了。狗日的冷意涵。盼盼抱着纸箱子从公司出来，嘴里问候冷意涵的祖安话就没停过。我安慰他，好了，本来你就不喜欢这个工作，这样正好，你可以重新去干你从小喜欢的园林设计了。盼盼重重吐出一口气，不过还好，你俩的离婚官司终于打完了。他将手里的东西通通丢进垃圾箱里，转身抱住我，恭喜你重获自由。我回抱住他，姐妹请你吃大餐。盼盼松开我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吃什么大餐？冷意涵那狗东西1分钱都没给你。当初盼盼帮我起诉离婚，冷意涵为了阻止我，不同意财产分割协议，打了好几场官司。我不想再和冷意涵纠缠，自愿放弃一切，净身出户，终于和他离了婚。我笑笑，前面那么难都过来了，以后只会更好。也是。盼盼搂住我，你姐妹我工作这么多年，还是有点存款的。走，吃大餐。
重新起步没那么容易，更何况背后还有冷意涵在使绊子。他想用这种下作的方式逼我回去，工作找不到，我和盼盼一合计，干脆自己创业，开了一个园林景观的设计公司。我负责找客户，盼盼负责技术工作。做了几年冷太太，加上之前外公的人脉，我终于还是找到了客户。眼见项目要成，结果冷意涵从中作梗，客户爽了约，我只能另找他人。喝了好几瓶酒，对方终于签下了合同。出了酒店，我吐得昏天黑地，一瓶水递到我面前，为什么要这么难为自己？明明只要你愿意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。不解的、恼恨的语气，我用手擦了擦嘴，站起把人推开。冷意涵拉住我，为什么呀？淼淼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原谅我？我抬眼，你道歉，我就必须得原谅吗？我找不到工作，客户爽约，我现在这样，不都是拜你所赐？冷意涵慌忙解释，我只是想你回到我身边。淼淼，我爱你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呕吐出来，呕吐物通通吐到冷意涵定制的西装上。冷意涵连忙给我拍背，我一把将他推开，滚啊，恶心死了！冷意涵倒退几步，神情破碎。我缓过来，直起身体。冷意涵，要是当初我和那个孩子一起去了，你是会守在我的墓碑前说几句对不起，还是一头撞死在我坟前？冷意涵嘴唇抖动，一个字都没说出来。不管你怎么做，死人都是不会活过来的。你觉得你所犯下的错可以弥补，但在我这里，你已经被判了死刑。别提爱了，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。自那天后，我的客户多了起来，公司慢慢步入正轨。我和盼盼两个人忙不过来，又招了些人。冷意涵许久没有出现在大众视野，只听说冷氏企业专门设立了一个基金会，供孤儿们生活和学习。所以，当憔悴瘦削的冷意涵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一时没认出来。淼淼，他的声音和周帆的同时响起。我转头，周帆把保温杯放在我手里，我泡了暖身体的茶水，你记得喝。说完，他防备地看向冷意涵，这位是？我捏住他耳朵反问，工作做完了，还敢打听老板八卦？周帆揉揉耳朵，可怜巴巴，就等着你签字呢。我下巴往里一点，进去等着。周帆只好一步三回头地走了。我摇头失笑，被忽略许久的冷意涵苦涩开口，淼淼，你和他。我收起笑，你有什么事？冷意涵一梗，苦笑，我们现在连好好说说话都不行了吗？我抬手看表，我还有事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要走了。冷意涵打断我，我安静地看着他。冷意涵深深望着我，我辞去了总裁的职务，打算出去走走。我刻意忽略他眼里的希冀，淡淡道：哦，挺好。冷意涵眼里的光熄灭，他自嘲一笑，我已经将我名下的财产都转赠给你，律师明天会来，知道了。我转身要进公司，淼淼，冷意涵突然叫住我，我停下，却并没有转身。如果你想我留下，我可以。我头也不回地离开，只留下一句：一路顺风。我将文件签好，递给周帆，周帆却欲言又止，不肯离开，有话就说。他也不客气，外面那个男人就是冷意涵吧？他来找你复合的。我看着他没吭声，周帆以为我默认了，急切问：你没同意吧？这样的男人可不值得你回头，你别忘了，狗改不了吃屎。我被吵得头疼，揉揉太阳穴，我没同意。周帆一下噤声，旋即笑开。我就说嘛，淼淼怎么会吃他这回头草？我不悦地敲桌子，没大没小，说了多少次叫周总，
周帆嬉皮笑脸，好的淼淼。在我扔东西前，周帆跑了出去。盼盼这时推门进来，啧啧，年下不叫姐，心思有点野。我无语看文件。盼盼走到窗前，哟，深情的冷大总裁还站着呢，真做作，恶心。他又走到我旁边，抽走我手里的文件。忙了这么久了，该给自己放个假了吧？我也确实累了，身体往后一靠。去哪儿玩？盼盼扔了文件，随便，世界那么大，走哪儿玩哪儿。好，窗外阳光正好，我们相视一笑。番外，外公还在世时，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，父母恩爱，公司发展势头迅猛，我就是要天上的月亮，他们都会想办法给我摘下来。当时的我完全想象不到，世上还有这样一种人，他们仅是活着就耗费了所有力气。看到一群高年级学生欺负一个和我一般年纪的小姑娘，我想也不想就冲了出去。仗着家世，我成功护下了对方，但那个人好过分，我帮了他，他连一句谢谢都没有。所以再一次看见他被欺负时，我都不想管了。可我要是真的不管，他就要被打死了。他伤得不轻，却还很轴。我费了好大力才把他带回家，让家庭医生给他治疗。待他包扎好后，我给他端了杯热牛奶去。看见他站在窗前发呆，我循着他的视线看出去，看到我家花园，我得意地炫耀：怎么样，我家的花园大吧？而他只是嫌弃道：谁设计的？真丑！我气得不想理他，但我们还是交换了名字，成了朋友。他叫盼盼。之后不久，外公突然去世，妈妈紧接着神志不清，爸爸对我的态度180度转弯，非打即骂。我从云端跌入泥潭，我成为了被霸凌的对象，而盼盼成了救我的人。我们相互扶持，艰难成长。嫁给冷意涵的前一晚，盼盼问我确定了吗？我重重点头。盼盼没再劝我，只是紧紧抱住我。姐妹永远是你的后盾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我和顾生结婚的第3年怀孕了，好巧不巧的是，她白月光也怀孕了。当我意外流产的那天，顾生却在陪她的白月光做着产检。曾经我始终那么相信他，爱他，换来的却是一尸两命。我躺在冰冷的病床上，医生说要通知家属。我看着手机上备注的老公2字，犹豫再三，还是打了过去。顾生，我流血了，你能来医院一趟吗？电话那头是无比的热闹，还有人在高歌生日快乐。我感觉顾生离开了那个场地，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低沉，却那么温柔地叫我宝贝，我这里有点事情，我处理好就去找你，乖。我难受地说不出话，如鲠在喉。电话那头已经是挂断的声音，我却一直把手机放在耳边。灯光亮得刺眼。我叫李念念，原名招娣，意为招娣。前20年活着的意义就是保佑我妈可以生一个弟弟，而她一直没有生出，也一直觉得我就是家里的累赘。结婚前，顾生带我去改了名字，名为念念。他说未来想彼此念念不忘，相顾一生。这是我嫁给顾生第3年了，而我也喜欢了他8年，他是我的光。刚毕业的时候，顾生在公司摔到了脚，在医院住了很久。我心急如焚，立即辞职去照顾他。他是个很好强的人，出了事也不跟家里人说，不爱说话，对人很冷漠，看人的时候眼神总是透着冰冷。我照顾他很久，对他无微不至，而他刚好需要这样一个能照顾他的人，刚好我就是那个能体贴对他关怀备至的人，所以我们直接结婚了。没有飘着芳香的鲜花，没有洁白的婚纱，也没有别人的祝福，甚至连戒指都没有。
但我是那么的开心。我嫁给了我心心念念、唯一所求所愿的人，我不求回报的照顾顾生，终于把他感动。我们就像千千万万的寻常人一样，日升月落，在一个个春夏秋冬里过着平淡的生活，一点一滴都在朝着美好的样子发展。可是现在，这个幻想出来的美梦终究还是被打破了。就在今天，我昏倒在了商场里，鲜血顺着双腿流到了地上，满地血腥。可是顾生却在给他的白月光庆祝他的生日。之所以着急地挂断我的电话，就是因为他白月光胎动了。顾生说那不是他的孩子，只是帮忙照顾一下。医院最后通知了我妈过来签字。我在黄昏醒来，还是没有看见顾生。我抬起手，看到指缝里残留了一点血迹。这是我的孩子唯一留下的东西，是他存在的最后一点证明。我舍不得洗，就这样放在眼前看，任由眼泪一颗一颗的掉。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扇得我耳朵嗡嗡的直叫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又一巴掌打在我的背上。麻醉药效刚刚才过，牵动着手术的撕裂般的疼。你个赔钱货，啥用也没有，连个孩子都保不住，你到底有什么用啊？我妈的手掌一下接着一下地打在我身上。此时我的妈妈根本不管我刚刚手术的身体，疼得我直冒冷汗。妈，你别打了，我疼。我妈终于停手，还没等我喘口气，我妈就一把抓过我的头发，扬起我的头。我看清我妈那张黝黑的脸上没有一点慈爱、关心，只有极致的愤怒。我感觉我的头皮都像是要被扯下。哼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没出息、什么用都没有的赔钱货？我告诉你，你赶紧去给姑爷赔礼道歉，兴许姑爷还能原谅你，不让你做个弃妇。我愣住了，呆呆地看着我妈，伤口的疼痛也比不了此时心里的疼痛。我不敢相信我耳朵听到的话，她是我的亲妈呀。妈，你……我妈见我想说话，做事又要打，有护士听见声音，冲进来拉开我妈，我才终于得救，这场闹剧才暂时落下帷幕。我生在一个很重男轻女的农村家庭，把我取名李招娣。自我出生，因为我是女儿，从小就经常挨我爸我妈的打。我爸对我拳打脚踢，我妈经常掐我，各种骂我是赔钱货。我身上一直都是青一块紫一块，没有一块好肉。这样灰暗压抑的生活一直伴随着我长大。我以为我的生活会一直这样，直到我遇到了顾生。他就像一束光一样，照亮了我黑暗的人生，让我看到了希望和光芒。他是我的救赎，也是我的希望。我妈被护士拉出去了，我一个人坐在病床上，坐了很久。天上的太阳已经变成夕阳坠入云海，我在等顾生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窗外灯光闪烁，黑暗吞噬光明。我听到缓慢的开门声音，声音里传达着人内心的小心翼翼。顾生终于来了。四目相对的那一刹那，我看到顾生明显的愣了一下。顾生走近，我闻到浓烈的酒味混杂着香水的味道，不断地刺激着我的味蕾，恶心的我想吐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你还好吗？我看着他在床边坐下，还是那副冷漠淡然的模样，只是声音带了些许的柔情。手里的被子被我抓得皱皱巴巴，我很想问问他，但又怯懦的不敢开口。其实不用问我都知道，他在陪陆林。但我害怕会亲耳听到我一直躲避的事实。我看着他笑，很忙吗？处理的差不多了，过来看看你。他的面上那么平静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连眼神都没有任何外露的情绪。我的手抓得生疼，低下头没有说话。没事，我们还年轻，还会有孩子的。顾生整理着袖边的纽扣。
我从他的话语里感受到了一点遗憾。我看到他垂下眼眸，慢慢地叹了口气。他抓着我的手，轻轻地摩擦。我感受到他手里的温度是暖的，可我的心却是凉的。我感觉好累，身心俱疲。在我失去孩子的时候，我的老公却不见踪影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在陪着他的白月光。我应该问问他的，话语在嘴边来回的徘徊，可我还是没有问出口。不重要了，一切都已经发生了，无法挽救。恍惚间，我想起我和顾生领证的那天，我穿上了我唯一的白裙子，在民政局门口等了许久。那天的太阳真好，照得人暖烘烘的。我等了顾生很久，民政局都快关门了的时候，顾生才到。他穿着白衬衫，可能因为匆忙，腹部的衣服已经皱巴巴的。他看我一眼，眼睛闪过一丝微妙的情绪，路过我身边时说了一句：“进去吧。”语气有点生硬，可我看到了他微微扬起的嘴角，眼里也有柔情。拍照时，顾生离我有点远，可眼神一直落在我身上。我大着胆子靠近他，我突然挽住他，他吓了一跳，转头看着我，我对着他笑。他愣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，那是我们的第一张合照。照片里顾生笑得真好看，我叫摄影师多拍了几张。我看到他的眼睛在看着我，我记得那一天是我笑得最多的一天。虽然顾生没怎么笑，但他一路都牵着我的手，他的手一直都是温暖的。我知道顾生是喜欢我的，他只是不会表达，习惯了藏住他的心思。我相信我会让顾生学会怎样爱我，大方地表达自己的情绪。可我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变成今天这样。医生说我今天可以出院了，顾生很难得地放下工作接我回家。不过短短几天没有回家，家里就落了一层灰，可茶几上却摆放着一个盒子。顾生拉着我在沙发上坐下，打开盒子是一条项链。顾生蹲在我面前，我看着他，眼里是柔情似水。我认得这款项链，一个大牌的经典款。我知道这条项链很贵，在阳光的照耀下光芒四射，很漂亮，但我不喜欢。虽然是大牌，但我觉得大牌戴出去难免招摇。我一直都偏爱小众的设计师品牌。我看着顾生期许的目光，对他笑了，伸手接过来，很漂亮，谢谢。其实我知道，这不过是顾生对我和那个未出世的孩子的愧意和弥补。顾生的脸色松弛了许多。我在他面前一直是这样善解人意，都不需要解释，我自己都能好。晚上我躺在床上，却怎么也无法入睡。床的另一边凹陷下去，顾生躺在了我身边，身上是我买的沐浴露的味道。他的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腰上，把我圈在他的怀里，缓和的体温将我包裹，均匀的呼吸一下一下地传入我的耳膜。我闭上眼，尽力地想去体会这一刻的温存，可我感受到的却是凉意，腹部有疼痛感袭来，带着酥麻感。我睁开眼，窗外皎皎月光洒落大地，温柔缠绵。我看了许久，久到仿佛黑暗要将我吞噬，而我沉浸其中。早上，顾生起床去刷牙，回到房间，站在门口看着我，眼神忽明忽暗，看不出情绪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以前我都会提前起床，给他做好早餐，熨好他上班要穿的衣服，贴心地给他系领带，在他出门前还要不舍得抱抱他。可今天我什么也没做。顾生站了一会，看我没有反应，自己去衣柜里拿衣服。没有熨过的衣服穿在身上，并没有往日的平整。我看着顾生十分困难地系好领带，走到我面前，他对我笑了一下，亲了一下我的额头，像一个眷念爱人的丈夫。
他的声音那么的温柔。我去上班了。好，我的声音没有任何情感，倒像是女版的顾生。顾生看了我一眼，出门了。我走到阳台上，清晨的风带着凉意吹在我的身上。我看到顾生的身影走在路上。这么多年，我每次都会站在这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。我的心里不断地说，回头看我一眼吧，只要你回一下头。忽然顾生像是听到了我的心声，转过身看着阳台，10几层的高度，从下往上看也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。但他抬起手对我做了一个回去的样子，我的眼泪落了下来。我知道顾生是爱我的，但我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却在陪着他的白月光。我想起了初见顾生的时候，那是一个烈日高阳的一天，我终于要摆脱每日回家都会挨打的日子。因为学校要求住校，我提着装着我少得可怜的几件衣服的包向学校走去，身后却跑出来一个人拉住我，不让我走。他说我是小偷，偷了他的东西。他的声音很大，顿时引来周围很多人的围观。那人死死地拉着我不放，说他放在车里的包不见了，那只有我一个人，一定是我偷的。他还让我把我手里的包给他检查。我害怕的颤抖，又觉得羞耻，声音也发不出来，只能低着头小声地说，不是我没有拿你的东西。那人根本不死心，说一看我这种穷酸样，一定是看他的包好就偷走了。人越来越多，那人的话也越来越难听。这时我看到了顾生，他很高，在人群里一眼就能看见。我看到他拨开人群，走到我身边。那有监控，去学校的监控室调出来看看就知道了。我看着他就站在那，像从天而降的神明一样。那人看着顾生愣了好一会，又抬头看了一下监控。顾生忽然伸出手拉住我，你再好好找找看，可能忘在哪个角落了。那人拿着车钥匙又去找了，不一会就在车座底下拿出了他的包，在这呢。找到了，不好意思，误会了。我松了一口气。顾生低头看着我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的笑容。原来真的有人笑起来像太阳一样。你是新生吧？女生宿舍在那边，你走反了。我呆了好一会，才反应过来，谢谢你。顾生对我点点头，放开我的手，叫周围人都散了，又回过头对我笑了一下，然后走了。我躺在床上躺了很久，脑海里都是早上顾生的样子。我突然很想他。临近中午，想念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我叹着气，穿上外套，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出门去顾生公司。天气还不算冷，大多都穿着短袖，我就像一个另类，穿着长衣长裤。但没办法，我受不得凉。我没有告诉顾生我来找他，他的办公室我知道在哪，公司里的人也大多见过，没受什么阻拦，笑着说2句话就进去了。公司里的人有不少熟面孔，一路上都会打招呼，称呼我顾太太。这还是顾生第一次把我介绍给大家时说的，大家也叫习惯了。以前我听到这个称呼，心里都会倍感甜蜜，红着脸回应。曾经我一直以为我和顾生在别人眼里也算是喜结连理，天作之合。可命运总是这样，喜欢开玩笑。在我以为我们的孩子会平安降世，我们的家会越来越幸福的时候，命运却给了我当头一棒，让你沉浸的梦境瞬间瓦碎，露出原本满地疮痍的面目。就像现在，我看见我的丈夫和他的白月光陆林相谈甚欢，甚至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。他们2个人离得那么近，我看到陆林故意朝着顾生的肩膀靠，而顾生专注地看着手里的文件，丝毫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。陆林还是同大学时一样，一如既往的漂亮，
都没怎么变，海藻一般的头发垂在肩头，声音总是那么温柔，像极了不谙世事的少女。只是她的肚子是微微隆起的。陆林已经离异半年了，可她的肚子却在4个月。所有人都肯定那孩子是顾生的，可是顾生却不承认。顾总，这个方案我觉得这里需要改动一下。确实，顾生从桌上拿起钢笔，在文件上做标记。陆林靠得越来越近，就在要贴上去的那一下，陆林忽然看见了站在门口的我。念念，真是好久不见了。他笑得那么灿烂的大步就要朝我走来，可顾生却紧张地站了起来，脱口而出：“小心肚子。”这一刻，不知是因为手术刀口的牵动，还是顾生这句话，差点让我痛得差点背过气。顾生，那真的不是你的孩子吗？如果不是，那但凡你把这点心思放我身上，我们的孩子就能还在呀！一瞬间，我的心说不出的疼，也仍由陆林拉起了我的手。你来找顾生吧，怎么站在这里？快进来！他拉着我在沙发上坐下。顾生也真是的，你来怎么也不说一声，语气那么自然顺畅，仿佛我才是那个外人。他坐在我身边，像我是他多年不见的朋友一样，嘘寒问暖。我看着他的肚子，心想着里面的孩子究竟是不是顾生的。念念，听说你流产了，恢复的怎么样？现在是很重要的时候，可不能到处乱跑。我惊讶于他居然知道这件事，还在愣神，他就拉着我的手。都怪我，那天宝宝踢了我几下下，顾生担心坏了，怕我没人照顾，非要送我去医院看看，又守着我做产检，真是太谢谢他了。顾生走过来，站在我面前，我仿佛晴天霹雳地看着他。这就是他说的有事走不开吗？产检？我怀孕4个月，你什么时候陪我做过产检？我突然觉得好累。陆林看我脸色不太对，对着我不好意思地笑。哎呀，念念你别介意，我在这没有别的亲人和朋友，顾生也只是照顾我一下，你可千万别多想。多想吗？似乎又不能不多想。为什么别人的孩子他这么关心，自己的孩子却像没了就没了一样，依旧可以在这里和另一个女人谈笑风生。我抬起眼看着陆林，对着他一样的笑，心却一阵一阵的刺痛。我转头看着顾生，他的脸上写满了愧疚。在他出现在医院我的面前的时候，我都没有看到那么明显的愧意，却在这个办公的地方，陆林的面前，在陆林说出这一段话之后，那么清晰地表露出来。我突然觉得好累，从未有过的累，身心俱疲，心里的幻境就在此刻破碎。我才看清，原来我和顾生之间早就不是从前的那般模样了，一切都变了。回到家，我坐在沙发上，一个人坐了很久。天边残云落日，顾生回来了。他进门的时候，看着我的眼睛愣了一下，走到我身边坐下。我看见他从外套包里拿出一个盒子，打开里面是一个戒指。今天路过一家店，突然发现我们俩结婚都没有买过戒指，刚好看到这个，很适合你。我看着戒指上镶嵌着一颗硕大的钻石，一看就价值不菲。但是顾生，你想用这个戒指表达什么呢？真没有想到，结婚3年，我还能收到他送的戒指。谢谢。顾生的眼眸里有我的影子，看得出来我并没有那么开心。陆林一个人在这边，我只是帮忙照顾一下他。你已经在医院了，我去也没什么用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你别多想。我微笑地看着他，身体的疲累让我的思绪出现了卡顿。顾生，我想问陆林肚子里孩子的问题，可是话到嘴边，一下子我又不知道怎么问出口，我怕知道答案。看着顾生抬头不解地望着我，
你还记得结婚那天你说过什么吗？哪句？你说对一辈子对我好。我看着他，嘴角轻微的扬起。顾生笑了，手掌抚上我的脸颊，粗粝的感觉在我脸上温柔地走过。会的。我一个人回到房间，躺在床上，鼻尖还能嗅到顾生留下的味道。让我意外的是，第二天我婆婆来了。我婆婆是个很精明强干的人，一个人把顾生抚养长大，是个很好强的人，但她一直都不喜欢我，嫌弃我的出身。刚进门，她的脸色就不太好，提着包站在门口。我从鞋柜里找出拖鞋拿给她。从她进门，房子里充斥着窒息感。念念啊，你说你是在干什么呢？怎么就会那么不小心流产了呢？还是个男胎，你看看你一天好吃好喝的供着，我就指望着你能给顾家生个儿子，传宗接代。可你这……我站在沙发上，低着头说不出话。当初你们结婚，我原本就不同意。顾生瞒着我和你把证领了，行，我也认了。你也没个工作，天天在家养尊处优的待着。顾生乐意养着你，我也没多说什么。可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啊？在我婆婆的眼里，我就是靠着顾生养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。可她不知道，我做全职太太是顾生提出来的。这3年来，我照顾着我们的小家，从来没有让顾生为家里的任何事烦忧。我安排好家里所有的一切，把顾生多年的胃病调理好，每天早起给他做早餐、熨衣服。顾生的西装从来没有皱过，领带都是我精心挑选搭配好的。可到现在我才知道，这些在我婆婆眼里都只得到一句养尊处优和十指不沾阳春水。我没有反驳，回了房间，没有再出去。我婆婆来了半个月，少不了对我冷嘲热讽。刚开始我还期盼顾生会为了我站出来，说2句公道话。可顾生每次都是抱着我，用他低沉沙哑的声音温柔地告诉我：宝贝，妈年纪大了，对于失去孩子的事，一时半会还接受不了，你多让让他。这样的话3年来我听了无数遍，我都能知道他下一句说的是什么了。我也一直迁就我婆婆，维持着表面的和平，却不知暴风雨已经在无声无息间向我袭来。今天我婆婆很好心的给我做了鸽子汤，说是给我补补身体。我惊讶于我婆婆的突然转变，顾生也对我笑，看得出来她也很高兴。喝了汤，我婆婆啥也不让我做，让我回房休息。我没有多想，回了房间。我听到外面我婆婆嘱咐顾生好好照顾我，让她进来陪着我。或许是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高兴坏了，外面的声音也跟着模糊起来，身体也开始越来越燥热，甚至流了薄薄的一层汗。我还以为是那碗鸽子汤的缘故，直到顾生躺在我身边，我才发现不对劲，身体里的灵魂在叫嚣着，让我不受控制地靠近顾生，渴望他的关怀，嘴里也不由得发出嗯喃，双手不停地在顾生的身上游走，大脑开始不受控制，越来越模糊。顾生终于感受到了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关上了灯。残存的意识告诉我，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好，可面对顾生的温热，又让我无法抗拒。最后还是炽热战胜了理智。一夜温存，迷迷糊糊，我听见婆婆在门外笑。第2天醒来时，身边并没有顾生的身影。我努力地回忆昨晚的情景，我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。果然，刚出房间就看到我婆婆笑着站在门口。念念，你醒了，我做了汤，你洗漱好就过来吃啊。我婆婆的笑容让我瞬间反应过来，我感到愤怒和羞耻。我没有想到我婆婆会采用这么卑劣的办法，居然对我下药，让我和顾生同房。
目的就是要让我怀孕。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抱上孙子。妈，是你做的吗？即使答案已经摆在眼前，可我还是想再做最后的挣扎。我婆婆第一次主动过来拉着我，笑意盈盈对着我：哎呀，念念，妈这是为了你们好，你的身体好的差不多了，赶紧再生一个，我也好帮你们带呀。我看着我婆婆脸上对我从未有过的笑脸，心里的火就像浇了油，燃烧得越来越旺。我转身锁上了门，蒙在被子，屏蔽我婆婆在外面虚伪的苦口婆心。我再也克制不住地哭出来，哭得天昏地暗，也不知道我哭了多久。内心的耻辱和愤怒让我根本停不下来，我崩溃了。就在这时，顾生回来了，他找到了备用钥匙，打开了门。我听见开门声，掀起被子坐在床上，我已经哭成了泪人，顾生的身影都跟着模糊。顾生走近我才看到，他皱着眉，脸色很不好，有些心疼地看着我。他过来抱住我，手不断地抚摸着我的背，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没事没事，声音里带着焦急，动作却那么温柔。宝贝，没事的，妈也是好心，她只是想早点抱上孙子，没什么错的，你别怪她，乖，没事的。我的眼泪落在她的西装上，渲染了一片，心里的防线也因为顾生的这一句话彻底崩溃。你叫我体谅他年纪大了，好，我体谅他。他对我冷嘲热讽，我也当听不见。我一直迁就他，可是顾生，难道就因为他年纪大，我就要事事都让着他吗？就要让他这样的羞辱我吗？我婆婆站在那，听见我的话，脸上也挂不住，正准备说什么，就被顾生叫了出去。临走时都不忘瞪我一眼。顾生把我拉出来，抽出纸巾擦干我的眼泪。我看到了他脸上有心疼，却没有半分懊悔。别哭了，眼睛都哭肿了。没事的，妈，他的方法是不太好，但是也是好心，你乖一点。顾生的话直接让我愣住，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对呀，如果不是顾生的默许，我婆婆怎么会搞这一出？我也忘了。顾生也很想要孩子，所以陆林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顾生？你能告诉我，陆林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我见顾生眼神突然的闪躲，瞬间知道答案的我，还是语气严肃道：不要骗我，你答应不骗我的。气氛变得很安静，顾生嘴唇动了好几下，最终他低下头。我的只是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答应过，等他生下来，到时我会给他们一笔钱，送他们去国外。你放心，我只爱你，也只爱我们自己的孩子。我看着顾生的脸，这个我一直爱他，相信他，把他当作我的信念。这段时间以来，即使我一个人手术，我妈的毒打，这些我都承受了，因为我始终相信顾生，也拼命告诉自己，那个孩子不是他的，他只是分不清状况而已。可现在我听到我心死的声音，心灰意冷，我笑了，笑了很久。顾生，我们离婚吧。我的眼泪不停地落下。顾生愣住了，重重地抱着我。念念，你在胡闹什么？就为了这么一件小事，你就要离开我吗？他在咬牙切齿地叫我的名字。我挤出一抹冷笑。顾生，你觉得我们之间只有一桩小事吗？你让其他女人怀孕了，这是小事吗？我看到他的疑惑，眉头皱得非常紧。念念，我说过，妈她只是着急抱孙子，并没有什么错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一下呢？还有，我刚才说了，那只是意外，我到时会处理干净的，我只爱你一个。那天真的是一个误会，我把他当成你了。够了，顾生，我不想和你争论这些，你也不会知道你错了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离婚。顾生的脸上出现了些怒意，但他没有发泄出来，
转身大步摔门而去。我跌在枕头上，心里是从未有过的疲惫。我感觉我突然不爱他了，这颗为他跳了多年的心脏突然停了。自我提离婚，我婆婆就没再出现过，应该是顾生让她回去了。这几天我过得异常的宁静，顾生也没再回来。直到3天后，我正在桌前搜索网站找房子的时候，顾生回来了。他穿着西装，却没有了往日的意气风发，胡子也没有刮，眼下有很严重的黑眼圈，看起来苍老了很多。除了离婚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，带着粗粝的低沉。我抬起头看着他，这个我爱了8年多的男人，可内心却只有刺骨的寒意和钻心的疼。除了离婚，我也没有别的要求。念念，我爱你，为什么？究竟是为了什么你要离开？我说了，我妈她只是想要孙子，她有什么错？你看，我都没有告诉她陆林怀孕了，代表我只想她只承认你一个儿媳妇。她还是那般的理直气壮。我气得站起来，胸口闷得我喘不上气。顾生，那我又有什么错？凭什么我的丈夫和其他女人有了孩子，我还要原谅他？凭什么？你可以带他去产检，却不带我？凭什么？他走路快要小心，凭什么我就要被流产？顾生此时已经是脸色铁青。我以为我们之间会爆发一次剧烈的争吵，你现在的状态不适合谈这些，等你冷静下来，我们再好好谈谈吧。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没有吵，只是很轻地关上门，然后便离开了。我知道我们之间并没有任何转圜的可能了。这几天我冷静了很多，也想了很多，我知道我不爱他了。后来我和顾生大半个月没有见面，只是每天都会收到他发来的消息，让我注意休息，好好吃饭。我一句没回，他也照发无误。后来甚至叫人每天都送来一束花，有时是玫瑰，有时是百合，可我一样都不喜欢，全都拒签让退回去。我几天胃口都不好，晚上睡不着，白天却很贪睡。我也没多想，直到我反胃地冲进卫生间，一顿狂吐，却什么也没吐出来，我才觉得不妙。我火速下楼买了验孕棒回来，颤抖着手开始测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测时是那么激动盼望，现在我却只有忐忑和不安。可命运好像就是会这样捉弄人，你想要时怎么留也留不住，不想要时又要出现。我看着无论测几遍都是一样的2条杠，瘫坐在地板上，绝望的气息向我铺天盖地的袭来。我又怀孕了，发现怀孕后我浑浑噩噩的，第一反应是我应该狠下心把孩子打掉，然后和顾生离婚。可我已经失去过一个孩子，面对这个意外的孩子，也做不到这样的绝情。我考虑了很多天，终于下定决心要去做手术的时候，却被顾生发现了。原来预约的手术的消息发到了他的手机上，我正准备出门，顾生就火急火燎地赶来了。他还在大喘着气，看得出来是10万火急地跑上来的。他看见我就大步迈上来抱着我，宝贝，别再闹了好不好？你怀孕了，我们以后好好的，我会好好对你对孩子的，我真的答应你，我会把陆林送走的，我只要你，这辈子我只要你一个。声音里都带着兴奋，可他却始终没觉得这一切对我产生了多大的伤害。他的浅笑声在我耳边响起，本该是温馨幸福的时刻，我却高兴不起来，我笑不出来，也接受不了这样的现状。顾生，我没打算留下这个孩子。顾生猛地一下放开我，双手抓我的肩膀吃痛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不要这个孩子。我也没有想到我能做到这个地步，但孩子本身就是爱的产物。既然我已经对顾生已经没有爱情，
又何必生下来让他来承担这一切？是。顾生错愕地盯着我看了好久，他的手一点点地松开我，可痛感还在那个位置一点点地徘徊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顾生居然会用强硬的手段强迫我。他叫来了我妈，整天寸步不离地看着我，而我妈就为了顾生给的钱答应了。我被看得死死的，孕吐折磨得我无法安睡，精神也不太好。直到医生说孩子已经成型，我妈才对我稍微松懈一点。这次孕检，医生说胎儿有点小，让我注意点营养。可这段时间我思绪杂乱，情绪在时间的缝隙中一点点消失殆。我就像一个囚徒，在顾生为我建造的这个监牢里无处可逃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我从出生就从未得到我妈的一句好话，一个好眼神，现在却把我十分的上心。可这一切都不过是金钱的驱使，顾生一定给了他许多钱，不然我妈怎么会甘愿来照顾我？这几次的体检情况都不太好，顾生的脸十分的严肃，可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报复。早晨的空气真好，阳光也很灿烂，但我已经别无留恋。孕晚期孕检结果更不好了，顾生看着我的眼神灰暗。医生说胎儿有点小了，营养跟不上，他们都不知道。我每日都在深夜用绷带紧绑腹部。这个孩子来到这世间也过是来遭受劫难，这些苦我已经吃过了，就别再让我的孩子重蹈覆辙了。我的心早就在这些种种间化为灰烬，我死也不会生下顾生的孩子。9月，顾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面前，但无论他如何献殷勤，我都不会再看他一眼。烧成灰的柴还能再点燃吗？不可能了。结果也如我所料，上次流产并没有完全恢复，大出血了，孩子也因为缺氧而死。我不知道此时外面的顾生是何种样子，我只知道我做到了。我有过短暂的清醒，我看到穿着防护服的顾生走到了我身边，他抓着我的手，哭到失声。看他哭得那么悲惨，我却高兴。我看了他最后一眼，顾生，这是我对你最大的报复。番外，我叫顾生，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学校的门口，他被很多人围住，弱小又无助，他紧紧地抓住手里的包，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小兔子。我出去帮他解了围，他睁着那双大眼睛看着我，但是我并不知道他是谁，也没有再遇见过他。直到参加工作，我们在同一家公司，记忆一点点浮现，他的脸上褪去了青涩，显得成熟又干净，那双清澈的眼眸里看不出一丝杂念。后来我摔伤了脚，心里却不愿求助任何人，直到他出现，他来医院看我，眼睛里是藏不住的心疼。那一刻我好像明白了什么，我试探着给他发了短信，让他来照顾我。他果然不出所料的来了，他很温柔，很细心，甚至连每次给我喝的水温度都把控得那么好。他扶着我，一点点地帮我锻炼，医生都佩服他的仔细周到。那一刻我心动了，或许是冲动使然，或许是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我和他结婚了，结婚那天，我和他去改了名字，念念不忘，相顾一生。那是我想了很久很久以后才想到的名字。我妈知道后却很生气，始终觉得他配不上我，但是没有他我不会恢复得这么快，也不会没有一点后遗症。但我妈态度强硬，所以我一直没法给她一个婚礼。没关系，我相信早晚我妈迟早会接纳她的。婚后的生活也一如我预料的那样，她真的是一个合格的妻子，把我的生活安排得很好。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幸福的生活下去。至于陆林，我并不爱她，只是把她当成是妹妹。
我知道琳琳喜欢我，但我并没有回应她。可她也可怜，一个人在这个地方，连个亲人都没有，只有我这个朋友，所以我只是额外照顾她一些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那天我们出去应酬，她穿了和念念一样的裙子。喝醉的我想起了以前，我抱着她，一次又一次地喊着念念，她却没有拒绝我。直到第二天醒来，我才看见她是陆林。对不起，忘了吧，我爱的是念念。陆林说，他无所谓，只要可以陪着我身边。我想拒绝，可一时半会看着他把身子都给了我，这个时候拒绝未免太无情。直到后来，我为这事烦恼了很久，陆林却告诉我她怀孕了。我当下就告诉他，我不会离婚的，这孩子我也不想要。结果陆林跪在地上求我留下孩子，他不要名分，只要留下这个孩子，可以陪在我身边，让他做什么他都愿意。最终我答应他，生下孩子以后，我会给最好的条件，送他们出国，每年会给一笔钱，直到孩子长大成人。但是不许告诉孩子父亲是谁，因为我爱念念，我不想以后有个孩子上门喊我爸爸，让念念不开心。陆林答应了，我也答应，会照顾他，可以出国为止，毕竟是我欠他的。念念流产那天是琳琳的生日，我安排了一群人给她过生日。如果我走了，琳琳会难过的，更何况念念已经到医院。虽然我也很担心，但是我赶过去也没什么用了，不如等人都散了再去。可我没有想到琳琳肚子疼，看她咬着嘴唇的样子真让人心疼。肚子里的毕竟是我孩子，我送她去医院，看着她进入产检室，我就想走了。可她拉着我，哭着叫我的名字，说她害怕。我又于心不忍，守着她检查完，送她回家。念念的心情很不好，我知道，但我不知道如何宽慰她。琳琳给我推荐了一款项链，为了表达感谢，我也送了她一条。不同于琳琳的欢喜，念念的反应不咸不淡的。没关系，念念一向是善解人意，最不会计较这些小事的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妈的出现会彻底击垮她最后的防线。那天我察觉到了我妈的反常，但我没有说出口，默许了她的行为，因为我知道我妈有多盼望有一个孙子。我也觉得她的身体应该好了，但我没想到她会有这么大的反应。以往每次吵架，我都没有哄过她，她自己冷静2天就会好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她最终还是问出了那个问题：陆林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我不想骗她，也相信可以哄好她，毕竟我是那么的爱她，也做好了后续的准备。一个只有我和念念的后续，不会再有人打扰。但是他流着泪说要和我离婚的那一刹那，我看到了他的决绝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看过他满眼笑意，含情脉脉，可那一瞬间的绝望让我慌了神。我选择了逃避，我想要冷静。我爱他，我不能失去他。就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机，她怀孕了。我以为这个孩子的出现能让我们重归于好，可我低估了他，我毫无办法。我是绝对不会让他离开我的，无论天涯海角何时何地，他都是我的。所以我叫了他妈妈过来。我知道他爸妈对他一直都不好，给了点钱就能心甘情愿地帮我，可是我再没见他笑过。我在家里装了监控，自己却不敢出现在他眼前。他整日在窗边出神，一坐就是一下午。明明怀孕了，身形却越发单薄，半夜也时常惊醒。我偷偷问过，医生说她忧郁成结，并且上次流产还没有完全恢复，会有很大的风险。但我没有办法，如此流掉孩子，那我们之间就真的再无可能。没关系的，
我好好的养着她，等她生产完，看见孩子气自然就会消了，我们还会和以前一样。但我没想到会是这样。医生从里面出来，让我进去看他最后一眼。手术室里血味冲天，他安静地躺在手术台上，虚睁着眼，可嘴角却带着解脱的微笑。我哭花了眼，紧紧地握着他的手，冰冷的感受不到了温度，可他一直笑着，直到最后一刻。那一瞬间，我的呼吸好像也随着一起停止跳动，痛得我喘不过气。往日的时光在我眼前一点一点地闪过，我才知道我们早就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。我笑了，痛笑了，我才明白我对他究竟做了些什么。他已经离开1个月了，我照常工作，下班回家。我提前给了陆林一笔钱，送他出国。陆林依旧哭着问我他做错什么了，只要我告诉他，他愿意改。可是改了又能怎么样？可以让念念开心吗？能让念念回来吗？他离开后，我才明白，这些说到底与我有何相干？我只要他，可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家里到处都是他的痕迹，唯独没有他的痕迹。我以为我很快就能从这其中走出来，但出现在每个夜里的梦都在告诉我，这一切不过是我的幻想。我只能靠安眠药才能入睡。今天我在卫生间发现了一样东西，是他吃的药，可是不利于胎儿的药。原来他早就计划好了，他根本没打算生下属于我们俩的孩子。他用这样的方式给了我最深的报复。我一直以为我能给他最好的，妥善安置，让他不再遭受劫难，可我才是他最大的劫难。念念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把我赔给你吧。我吃了半瓶的安眠药，睡梦中浮现的是我们俩领证的那天。那天他第一次穿裙子，像不染尘埃的天使，真美呀！念，我来了，原谅我好吗？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